外国人在台湾开的牛肉面吃到饱，只要点一碗面，头可以掉好低，脚个巴嘟嘟哎。但是为什么现场却？大家好，我是老刀，我们现在来到永和这里啦。然后在我身旁这间是阿张的店，你各位啊，我们今天会在这边呢，我们首先感谢观众向我们分享资讯啊，还有你有什么希望我们来体验的餐厅呢？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阿张的店是一家牛肉面店呐，而且说我们内用点碗牛肉面呐，它就可以让我们加面吃到饱啦。但观众有向老板询问说，他目前最高加面记录是多少？他们说好像是5球吧。而且说他这个老板啊，也是不怕人吃的，所以他希望啊，我们来这边吃吃看啊，看我们能加几球面，还有感觉是如何啦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继续体验看看吧 ，Go！ 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。还有说，我刚走进来看到这边环境啊，我会觉得说，它这里面长得完完全全没有那么的像面店呢。从这些摆设啊，看得出来老板是比较偏爱户外运动的人呢，这很特别。但我们看一下菜单的部分啊，它这边有传统面，还有小菜、卤味跟牛肉面呢。那我们看到牛肉面的部分啊，它这边有小汁面，然后还有说牛的各种部位的面啊。它一碗要350元呢，但我想说，我们来都来了，就吃给各位看呐。至于后面呢，我就想说，也许我们前顿吃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再点点看这个小汁面啊，看它这个140元的是什么样的表现呢？那小菜部分呢，我们因为是跟他点的牛三宝啦，我们就跟他点这个一般的豆干，还有这些小菜吃就好了啦。那等一下我们去跟老板点餐吧。老板，那今天有加汤或加面的限制吗？你能吃就给你吃，哦，让你吃到开心。你不怕人家吃哦？我帮你吃，哦，就不要开啦。是，吃开心就好了。好，不要想那么多，能吃多少能吃多少，不要浪费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牛三宝的牛肚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。对，因为今天来的牛肚太饱了，厚肉或热条的肉比较多。哦，那这一次的热条它是下半部，它比较瘦，所以也不建议你吃。下一次你才会吃。我是虾土豆频道。我不清楚台湾的那个。老板是哪里人呢？阿根廷的。阿根廷。啊，你不是台湾人？各位啊，我们刚清点完餐啊，可是你们有听到吗？老板他竟然不是台湾人呢，我就觉得说这点蛮出乎意料的。要不然我们平常吃这种店啊，通常应该都是由我们台湾人自己开的店，然后来贩售这些传统面食跟牛面吧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在卖的，这让我很期待。等一下他表现会是如何呢？那各位啊，我们刚点的餐点啊，全都上桌了啦。我们今天本来是要点3宝，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下啦。可是老板就觉得说，他们今天这个新厚肉会比较好吃，所以他就推荐我们点这个。然后我们就另外再跟他点一份牛筋啊。那我们来喝喝看茄炖汤头啊，看味道是怎么样啊？你看它这汤里面啊，有加了萝卜，还有洋葱、豆芽，它这碗汤喝起来十分的清爽哎。那今天面条部分呢，我们是跟他点了拉面条啊，我来试试看吧。它这个面条，它虽然口感软烂归软烂啊，可是它吸满这个汤头啊，现在它吃起来有一种我们平常吃牛肉面不会有那种清新感呢，它的茄子味很重呢。我们来吃看牛腱心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到牛腱啊。我们吃下去会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这完全没有我们平常吃牛腱会有那种比较干瘦的感觉，这很棒哎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它这面豆芽菜吧。口感很脆，
感觉它应该是没有烫到培养久啊。如果各位有追踪我们睡的话，应该近期有看到我们有去 all in 那个豆芽菜吧？就看到一家菜店有多少豆芽菜，我们整篮都给它 all in 起来。我平常是还蛮喜欢吃豆芽菜的，可是我的话，我会把它料理到比较软烂一点的，我喜欢吃烂一点的口感。那么用牛腱肉配着面条吃吃看吗？它这个肉处理的很棒哦，非常很棒哎。那来试看小菜豆干。你看这个豆干上面洞洞啊，我刚咬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个卤汁啊，从嘴巴里爆开来。我就说它这个味道啊，感觉很适合再配一点我们等一下加的面呢。那我们这等加面好之前啊，我们现在吃看木耳。我平常很喜欢吃木耳啊，可是它这里面有加了许多细姜丝啊，它让这清爽川耳啊，添增了一股姜丝的香气耶。哦，好香哦！这个把它加进去里面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哦，好啊，谢谢。可是你有看到吗？这里面啊，老板有帮我们加了一球牛油哎，然后他也跟我说啊，等一下要把我们刚拿这个也一起加进去。那我们先喝喝看呐，有牛油的味道，看是如何好呀。那我们喝喝看，加了老板特制牛油汤头啊。它加了这个牛油，它吃起来有一种微辣的感觉啊。可是它让这整体茄汁风味啊，它多增添了牛油的香气耶，这很有加分的作用哎。可是吃到这边呢，我是有点傻眼哎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正餐时间，到现在咯，它店内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种门可罗雀的感觉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在地人知道的话，可以帮忙留言分享一下吗？那我们加辣之后，我们再喝喝看味道吧。它这个油泼辣子香归香啊，可是它现在是会辣的，我感觉我现在身体有热起来了。哦，这个有辣哦。那我们用豆干配面试试看吧。我觉得说豆干配这个面刚刚好哎，因为它这个茄汁的汤头，它本身就是偏清爽的啊，可是它这个卤味啊又十分的入味啊，这时候刚好两者结合在一起，哇，有种天作之合的感觉啊。我们加太多辣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再试试看牛筋。我们刚刚吃牛腱就觉得说它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嘛，可是你看一下它这个牛筋，我们这样夹着折一下，它直接断掉哎，很像吃芋泥的口感呢，直接融化哎，我完全都没有咬哎，那舌头但一抵就融化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吃牛肉面店吃到这样子的牛筋呢，是怎么弄的？
各位啊，我们把我们的豆干 all in 下去吧。我们来做个豆干面。我平常很喜欢吃这种黑大豆干啊，所以说我们很常去那种卤味店啊，我们带一个锅子啊，就整桶跟它叫满这种黑豆干啊，你就知道我们平常都在吃这种东西了吧。还有它这边有一大块红萝卜，我们来吃看吗？它这也是卤到这样透烂透烂的。今天这家老板的这种口感喜好啊，我觉得如果你平常牙口没那么好的话，你吃到这个啊，应该也是会轻轻松松的哦。OK 各位，那我们吃完刚那碗牛肉面的啦，我们等等再去跟他点这个清炖小汁面吧。那我们刚点的清炖小汁面上桌了啦，它这比起我们刚刚那一碗面的 size 来说，它真的是比较可爱不少啊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吧。那我们先来喝喝看汤头啊，看有什么不一样啦。你看它这汤头看起来好像很清爽、很清澈，对吧？可是比起刚刚的茄汁风味来说，它这个口味啊，我觉得重了许多它反而让我有种十分意外的感觉。那我们来吃吃看面条，看它表现会是如何啦。它这碗面味道啊，就是我们平常在外面吃面还可以吃到的风味啊。它这碗面风味啊，感觉就台湾的不少非常的台湾的。我们再吃看这个肉块吧。刚老板有向我介绍啊，他们这小汁面的肉块啊，他们是使用肋条部分呢。可是比起我们刚刚所吃到那些牛肉还有牛筋来说，它这个就有口感的不少啊。但吃起来它整体是有肉香味的。它这碗面里面的蔬菜啊，只有豆芽菜而已啊，我来试试看吧。它吃起来也是十分的脆口。还有吃到这么台湾的面呢、我们一定要用这个猪耳朵配看看的吧。它这猪耳朵应该是店家他们自己准备的、可是它别出心裁的地方是啊，它这个猪耳朵、他们是有先用火香去烤过的，所以我现在吃到它原本猪耳朵的香气之外啊，然后还有这样的烤过微焦的香味。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猪耳朵，是我烤过的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想问一下，这种小汁面啊，它可以加面吗？小汁面不能加面，就做一般的那种。对，这种完整的才有办法加面。完整的哦，是各位啊，我们已经吃完小汁面了，可是刚老板啊，他端了一碗白醋给我们说，猪耳朵啊要配这个白这样吃。那我们就用老板推荐方式吃看那个猪耳朵吧。我们刚刚说它这吃起来有炙烧香味，对吧？可是我刚刚蘸了这白醋之后啊，我会觉得说这白醋的酸味啊，它让这个炙烧的风味这种嘴巴里有种被放大的感觉，这很香耶。OK 啊，各位。那我们面都已经吃完了，我想说我们等一下再请老板帮我们加个一球面啊，然后再把剩下小菜配一配啊，应该也差不多啦。那我们在加面好之前呢，我们继续吃小菜吧。是十分的入味耶，我觉得我们要留一点，等下配着面吃，这个味道一定会很棒。这各位啊，要加吗？冰的啦，还是冰的，不用加到1.5啦，1.5啦，那2球。
各位啊，也许这真的就是外国老板的热情吗？哇，他这个不是只有针对于我们来这边拍摄用餐的这样子才会有的，他是对其他桌客人也是这样子。各位啊，那我们加面挺好了，只是老板现在因为有其他客人啊，所以他现在可以放音乐了。他的音乐是西班牙语的吗 ？Spaino。我们这回合加面呢，我们就把我们刚刚剩下的卤菜就加下去啊，我们这样又变出一道全新的料理。哇，这牛筋入口即化的感觉啊，就算吃到现在，这还是很棒的。各位啊。刚刚老板他给我们每桌这一份芥末黄锅呀，我就说外国人再热情，应该也要有个极限吧。我们来吃吃看芥末黄瓜。你看这画面，你认为这吃起来是啥款？它这个竟然是腌黄瓜。然后再尬上平常我们很熟悉的那种瓦萨比的味道，哎，虽然这个芥末味道我很喜欢呢，可我大脑有一种很冲击的感觉。各位啊，我们刚刚老板啊，他问我们要不要喝个他这个特色茶试试看呢？然后还有他也有给其他桌的客人去喝看他自己弄的这个茶。说平常喝不到哦，他今天刚好有准备啊。你还记得我们刚有讲，老板他这边店内的东西感觉都很特别吗？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个杯子啊，就是他当初挂在那个桌上的那个一瓮一瓮的东西耶。老板他介绍这些是阿根廷的茶，我们来喝喝看吧。喝到这个味道啊，我脑海中有一个熟悉名字就这么浮现出来。它这就是我们喝泰式奶茶会有的那种基底味。哇，我还是第一次直接这样喝它的茶。我们等等去外面坐些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先来到外面了。那说说我们今天吃阿张的店的香巴巴。你各位啊，我们今天一个人呢，我们的用餐费用是700元。以这个价格啊，你觉得我们整体体验感觉下来是如何呢？我们今天会点到这个价格，是因为我们点了许多的小菜，还有2份面点呐。但是说如果今天是以2个人来这边用餐的话，一个人点个200-300元呢，哇，应该也是可以吃得非常非常的满足啊。因为它今天最低一碗130元就可以让你吃到饱的。我就说以这个价格啊，在大台北、双北这个地方来说，应该是非常的棒啦。而且它今天这家店的风味啊，它跟我们以往所吃到牛肉面吃到饱不一样的地方是啊，我吃到现在啊，我竟然不会有感受到那种口干舌燥或是有燥热的感觉啊。它这个是蛮不错的汤的啊。但如果我说今天我们这回这边用餐的话，我 OK 吗？当然 OK 啊。我就说我们在大台北这边有许多的牛面店可以选择啊，甚至说有我们曾经介绍过可以让你加汤加面吃到饱，对吧？可是啊，我们今天这家店呢，它是有一个阿根廷长大的人，然后来台湾这边经营牛肉面店。我就说它这个风味啊，是有独树一格的感觉哦。但你今天看影片想要来这边用餐的话，如果是骑车的话，它这周遭啊应该是很好停啊。但是说如果是开车的话，它这间店呢旁边就有一个国小，它那边的停车费我们汽车是每小时30元。我就说以在大台北来看啊，这个价格是非常友善啊。而且说我们停完车走过来啊，差不多是2-3分钟的路程而已啊。整体来说，这边停车是非常的方便的，但我蛮好奇的，
你看完影片，你会想来这边用餐吗？也欢迎留言跟各位分享你的想法啦，好不好？哪个看这边有什么推荐吃好餐厅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看这里付了，很喜欢的朋友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有加频道才有感觉支持我哦。那我们下影片见啦，拜拜。